这部剧讲述了一个新手杀手在执行任务时，意外地爱上了自己的敌人兼目标，之后与他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民宫美月是全国著名的漫画家，她长得美丽动人且才华横溢，深受众多粉丝的喜爱。男主角阿格与他的叔叔老丈一起经营一家小型的清洁公司，叔侄二人相依为命。他们虽然生活贫困但幸福。阿格心地善良，但总是运气不好，他常常想帮助人，却弄巧成拙，这让老丈和常来家里串门的女警失之，既感到生气又觉得好笑。为了避免阿格在生活中遇到危险，老丈从小就训练他学习功夫，将阿格培养成了一个身手不凡的普通英雄。就在那个下午，美月在全国漫画大奖的庆功宴上，阿格悄悄潜入了会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要在众人眼前枪杀美月。为什么阿格要对美月下手？这还得从1周前说起。阿格和老丈去一栋商务大楼清洗外窗，恰巧遇到美月在大楼内拍摄宣传照。摄影师因为老丈和阿格碍事，命令他们快点离开镜头。阿格吓得赶紧道歉，不小心撞到一个东西，撞出了一个大包。午后，阿格像往常一样重温时好友小葵留给他的感谢信。小葵是他从小喜欢的女孩，多年前因为搬家而失去了联系。就在这时，阿格注意到平时不修边幅的老丈竟然打扮得非常帅气的外出了。他以为老丈去约会了，心里非常嫉妒，却不知道这次分别竟是永别。晚上，阿格接到女警失之传来的坏消息，老丈被谋杀了。阿格得知这一消息后，不顾一切地跑向案发现场，但还是没能看到老丈最后一面。这时，打扮成神秘黑衣人的美月悄悄地离开了现场。老丈去世后，阿格每天躲在家里消磨时光。这时，阿格从新闻中得知，警方宣称老丈的死是一场意外失足落水。愤怒的阿格对刚进门的失之大声质问，为什么警方要隐瞒我叔叔的真实死因？失之非常平静地回答，他承认这是他让警方故意隐瞒的，因为老丈的死背后隐藏着极大的秘密。说完，失之递给阿格一张名片，名片上老丈的照片旁是五皇之虎的代号。原来失之和老丈都是警方秘密杀手组织 SOS 的成员，这个组织专门打击那些利用法律漏洞却逃避法律制裁的罪犯。老丈一直对阿格隐瞒这一切，执行了很多组织指派的艰难任务，因此树敌众多。接着，失之展示了老丈被害那晚的监控视频，严肃地告诉阿格，漫画家美月是杀害老丈的凶手，他用作漫画的收入资助非法组织，是警方秘密处决名单上的对象。看到所有这些后，阿格彻底崩溃，他无法接受生活中这样巨大的变故，坚决认为失之在说谎。为了说服阿格，失之带他进入老丈房间的密室，看到房间里各种伪装用的服装和先进武器，阿格最终相信了失之的话。阿格从老丈的名片中找出一张褶皱的合照，照片是他和老丈小时候的合影，照片背后写着要把阿格抚养成人的承诺。原来阿格的父母去世后，是老丈一个人承担起抚养他的责任，把他抚养成人。想到这些，阿格忍不住痛哭流涕，从此他将孤身一人。阿格努力调整情绪后，恳求失之，请让我亲手为叔叔报仇。阿格知道一旦踏上这条路就没有回头路，但他决定亲手杀死杀害老丈的凶手。失之起初犹豫不决，在阿格的再三请求下最终同意。镜头切换，故事回到现场，从小接受老丈训练的阿格迅速在人群中锁定目标美月。他决定不按失之的计划行动，选择用毒素结束美月的生命，用对方的方式对付对方，亲自向他开枪。另一侧，庆功宴上，一位男士注意到了美月，他是当红男模刘星。刘星自称是美月的铁杆粉丝，还送给他一支昂贵的香薰蜡烛。宴会开始之前，阿格在化妆间外截住了美月，正在准备行动时，恰巧被路过的清洁工打断。阿格鬼鬼祟祟的举止引起了美月及其经纪人水濑的警觉，他们误以为他是个变态跟踪者。幸好阿格反应及时，用他那充满亲和力的笑容消除了美月的疑虑，还意外获得了水濑的联系方式。错过了射杀美月的机会，阿格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失之给他的毒针。他故意拿起香槟向美月套近乎，却被高冷的美月无视。就在这时，宴会厅的水晶灯突然向美月头顶落下。这一刻，阿格的良心驱使他行动，他不顾一切地从危险中救出了美月。为了自我说服，阿格不断在心里重复，我救她不是因为她，只是不能让她那么轻易死去，我要亲手让这个残忍的女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宴会被迫中断，阿格急忙向失之汇报自己的计划失败。接着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高傲的美月竟然亲自拿着医药箱来为受伤的阿格处理伤口，还带着一丝骄傲地说，我知道你想借机抱抱我，但既然你救了我一命，我就勉为其难帮你处理下吧。仇人近在眼前，阿格再次伸手去摸口袋里的武器，却再次被旁人干扰。失忆的阿格回到宴会厅检查那盏意外掉落的水晶灯，震惊地发现灯上有被人故意切割的痕迹。阿格回到家后，从失之那里得知，还有其他势力也在暗中策划刺杀美月，他们雇佣了一个独立的天才杀手死
神，这个杀手追求极致的杀人艺术，行为极端疯狂。目前阿格并不知情，这名叫死神的杀手已经介入。刘星以模特的身份接近了美月，师之不希望阿格冒险，他劝阿格放弃杀害美月的计划。就在那时，阿格想起了小时候老丈对他的训练，他有信心作为老丈的亲传弟子不会输给任何人，他相信自己不会输给那个磨磨唧唧的死神杀手。为了继续执行计划，阿格从师之那里得到了美月的家庭住址。场景转换，美月正在和一个神秘人通电话，通话中他昏昏欲睡的睡过去了，留下床头的香薰蜡烛忽明忽暗的闪烁。这时阿格悄悄从阳台进入美月的房间，他拿出武器瞄准了熟睡中的美月，同时藏在天台的死神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他通过烟道扔进了一个粉色气球到美月家里，气球迅速膨胀，吓了阿格一跳。阿格注意到气球里充满了粉末，他看到床头的香薰蜡烛，立刻明白有人想用粉尘爆炸杀害美月。在这紧急关头，阿格躲到床下熄灭了香薰，救了自己和美月。气球爆炸的声音把美月从睡梦中惊醒，飞散的粉末使他呛得逃到天台呼吸。他习惯性地靠在栏杆上，却发生了意外。原来死神早已破坏了栏杆，确保刺杀计划万无一失。在这危急时刻，阿格再次挺身而出救了美月。奇怪的是，这时阿格脑海中浮现出小时候和小葵的记忆，两人都安然无恙后，阿格想要悄悄离开，却被美月拦住。美月认真地对阿格说：“来当我的保镖吧。”这一刻，阿格和潜藏的死神都陷入沉思，他们三人的命运即将发生巨变。阿格加入美月的工作室后才意识到，美月所说的保镖实际上是做杂物的男佣。他每天不仅要应对编辑的责备和经纪人的骚扰，还要随时听从美月的吩咐打扫凌乱的房间。为了寻找刺杀美月的机会，阿格只好忍着做男佣的工作。多年的清洁工作经验让他打扫得游刃有余，甚至把暗杀的事情暂时忘却了。当他终于想起自己的真正目的时，却发现用来毒杀美月的针筒不知何时已经掉在地上了。美月就要发现地上的针筒了，他紧紧抱住了他。最终阿格成功地捡回了针筒，但这也让他在美月心中的变态跟踪狂形象更深了。场景转换，师之对阿格没能按计划杀掉美月，而是成了他的保镖感到非常失望。他打算找其他人来执行暗杀计划。阿格只能向师之保证，下次一定会干净利落地解决美月。那天下午，阿格跟随美月和阿黑来到了一栋豪华别墅前。阿黑告诉美月，这别墅的主人是当红模特刘星，他很想出演美月漫画的真人版。随后他们进入别墅里的摄影棚，看到刘星正在拍摄时装照。阿格一看到刘星的脸就吓得心跳都快停了，那不是王牌杀手死神吗？更可怕的是，死神对美月表现得非常殷勤，这让阿格非常警觉。在交谈过程中，阿格尽力阻止死神与美月发生肢体接触，他鲁莽的行为引起了阿黑的不满，结果被无情地赶出了别墅。阿格刚走出别墅就遭到了致命攻击，幸好他反应迅速躲了过去。这时已换上杀手装的死神轻笑着对阿格说：“我们可以来一场死亡竞索，比比谁能更快杀死那个女人。”死神的挑衅让阿格感到危机重重，他决定今晚在料理中下毒，悄无声息地杀掉美月。但等到饭菜都凉了，美月还没回家，无聊的阿格开始翻阅美月的漫画，没想到一不小心把所有单行本都看完了。阿格啊，了解了漫画后续的你，应该不忍心杀掉作者了吧？就在这时，美月终于结束合作谈判回来了。阿格立刻喝下了汤，然后硬是让已经吃过晚饭的美月坐在餐桌前。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水濑和助手们也陆续回到了家。助手们对阿格做的浓汤非常感兴趣，每人都盛了一碗放到了餐桌上，这让阿格一时手足无措，他完全分不出哪一碗里加了毒。为了防止无辜者受害，阿格立刻制造了一次停电，迅速将所有碗碟扔进洗碗池，成功的避免了潜在的危机。紧接着，阿格借打扫卫生的名义进入了美月的工作室，他发现美月还在绘画星座，忍不住严肃地问他：“明知有人要杀你，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画画？难道你不该考虑为什么会有人想杀你吗？”美月没有回答阿格的问题，反而因他的过分关心而生气，直接把他赶出了家门。阿格回到家后向师之坦诚自己的感受，其实他至今未能下定决心去杀人。师之再次带阿格去老丈的密室，并告诉他，多年来老丈也一直在痛苦和纠结中挣扎，但他为了正义仍然坚持了下来。师之失望地说：“如果你的决心仅此而已，那就回去当清洁工吧，反正死神迟早会杀掉美月。”说完，师之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阿格一个人在密室沉思。第二天早晨，美月出门倒垃圾，发现阿格缩在自家门口。美月心里想，阿格难道整夜都在门外守着我吗？不禁对昨晚对他发脾气感到愧疚，但他不知道阿格这次是带着决心前来的。正当阿格准备扣动扳机，那自豪的美月突然低头向他认错，阿格吓得赶紧收回了武器。美月对阿格说，他之前在画星座时遇到困难，所以才会情绪失控冲他发火，了解到
美月的新作是关于一个嫉妒心强的男主和青梅竹马女主的爱情故事。阿格忍不住批评这个男主角性格太差，被美月斥为不懂爱的直男。这时阿格突然注意到美月扎起的马尾，那动作中的头发摆动幅度，那熟悉的颈后线条，让阿格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多年来暗恋的青梅竹马小葵。这使得阿格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美月可能就是当年搬走的小葵。为了确认这一点，阿格忍不住向美月讲起了自己与小葵的往事。这个故事并没有引起美月的任何回忆，反而被美月用作新作品的灵感。为了更好地描绘恋爱场景，美月邀请阿格一起去看晚上的烟花大会，收集素材。阿格认为人多混乱的烟花大会是暗杀的最佳场所，他高兴地接受了美月的邀请。这时两人都不知道，死神通过之前放在美月包里的监听器得知了这个消息，兴奋地决定加入这场追杀游戏。晚上，阿格特意穿上了老丈留下的西装去赴约。当两人见面的那一刻，阿格被美月的仙女般的浴衣装扮迷住了。很快，阿格调整了心态，心里想出了100种刺杀美月的计划，但他没想到会在路上遇到堵车，错过了烟花大会。就在阿格和美月互相埋怨的时候，伪装成模特的死神流星突然敲打了车窗，他带着职业的假笑向美月打招呼，热情地提出用摩托车送他去烟花大会。美月对装扮成流星的死神没有任何戒心，毫不犹豫地和他一起离开了。阿格气得在原地发出了愤怒的咆哮。死神把美月送到了大会现场，之后将他准备好的水球和市场上买的水球调换了。当阿格气喘吁吁地赶到现场时，死神已经不见了，只留下美月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夜空。阿格愤怒地对美月吼道：“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不要再离开我，也不要再和其他男人说话。”美月平静地回答：“你现在的样子和你讨厌的那个嫉妒的男主角一模一样。”美月的话让阿格感到心有戚戚焉，难道他的烦躁是因为美月对死神的信任引起的嫉妒吗？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阿格决定在这个无人的天台结束美月的生命。正当阿格伸手去口袋里拿武器时，他注意到美月手中的水球上有死神留下的标记，急忙抢过来细看。与此同时，死神按下了烟花装置的开关。原来他计划利用烟花装置爆炸时产生的强光，引爆水球内的危险气体，从而企图夺取美月的生命。在这紧要关头，阿格毫不迟疑地把水球扔了出去，并紧紧护住美月在自己怀里。就在那一刻，美月和阿格的思绪中都浮现出了浪漫的画面。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的那一瞬间，他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无比接近，近到只能听见对方急促的心跳。场景突然转变，美月独自一人前往医院看望自己的母亲。月妈一直是美月的坚强后盾，也是她创作漫画的动力。母女俩愉快地聊着天，月妈亲切地叫出了美月的小名。那天早晨，编辑阿黑和助手们为美月组织了一个派对，庆祝模特流星成为美月漫画改编电影的男主角。爱慕帅哥的水濑抱着流星走进了工作室，他告诉大家桌上的蛋糕是流星送的礼物。阿格的脑海里立刻浮现了一个可怕的画面，所有人都被蛋糕毒害。为了确保大家安全，阿格非常不卫生的抓起一颗草莓塞进流星的嘴里，没想到流星很坦然的就吃下了。看来这位追求死亡艺术的杀手不会采用下毒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派对结束后，流星邀请在场的所有人参加他举办的露营活动。阿格试图阻止美月继续接近流星，却被美月冷淡的命令：不许你随便干涉我的生活，你只需要默默地保护我。看到美月这副目中无人的态度，阿格对美月刚刚点燃的爱意顿时消失。他决心在露营期间刺杀美月。到了露营地，流星亲手做了各种美食招待大家，再次赢得了助手们的好感。后来流星借观赏风景为由带走了美月，阿格本想跟着他们，却被阿黑挡住了去路。阿格好不容易甩开啰嗦的阿黑，赶到山上，却只见到流星一人。流星洋洋得意地告诉阿格，美月已经被我杀死了。这一刻，愤怒的阿格与流星展开了搏斗，两人激烈交战，一时间难分高下。就在这时，美月突然从山坡下出现，看到谎言暴露，流星找借口说自己还有其他事情，让阿格送美月回到露营地。两人刚走不远就遇上了暴雨，不得不跑到旁边的小木屋避雨。荒山暴雨的小木屋成了完美的杀人现场，阿格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刻拿出绳子准备对美月下手。就在他即将得手的时候，阿黑突然打来电话，询问阿格和美月的位置及情况。位置被暴露后，阿格只好无奈地放弃刺杀计划。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木屋，吓得美月扑进阿格的怀里。为了缓解美月的恐惧，阿格开始讲雷公偷渡奇的故事逗她，没想到美月突然晕了过去。这时阿格也感到有些昏沉，他凭借坚强的生命力在屋内找到了标有杀手标记的瓦斯罐，但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也因瓦斯中毒昏倒了。与此同时，冒充流星的杀手死神在露营地给所有人下药，使他们醉倒，然后微笑着走向昏迷的阿格和美月。另一边，失之悄悄潜入无人看守的美月工作室，找到了美月和月妈的合照。看来失之对阿格彻底失望，决定亲自对付美月。第二天一大早，
阿格在一只摇摇欲坠的木船上醒来，惊讶地发现自己和美月都被绑起来丢在海上。岸边的流星看到他醒来，兴奋地按下了装置的按钮。一瞬间，阿格和还在昏迷的美月被一圈奇异的火焰围绕。敏感的阿格很快闻到了船上强烈的汽油味，一旦火焰触及木船，他和美月将立即被炸成碎片。就在阿格决定放弃美月，让他独自面对火海的时候，他脑海中突然闪过昨晚美月提及月妈时的悲伤表情。如果这个女孩死了，谁来照顾她无依无靠的母亲呢？最终，阿格还是败给了自己的好心肠。他马上唤醒了昏迷的美月，抱起她一起游向岸边。美月得知自己从死亡边缘逃生，紧紧抱着阿格哭泣：“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画面转换，阿格在翻看美月的稿件时，惊讶地发现，美月竟然画出了青梅竹马小葵设计的吉祥物。这一刻，他深信不疑，眼前的女孩肯定是他一直思念的小葵。当阿格拿着吉祥物问美月是否是小葵时，美月含糊其辞，拒绝正面回答。阿格无奈只好放弃追问。那天下午，阿格陪同美月和其他人参加了真人电影剧本讨论。高傲的美月一开始就表达了对剧本的不满，当场批评了编剧和导演，屋内气氛一度降至冰点。主演刘星主动出面调解，说服编剧根据美月的意见修改剧本。美月非常感激刘星，对他的态度变得更加友好。大家回到工作室后，伪装的师之突然来访，他利用自己是阿格的熟人，并假装成粉丝，很快与工作室的人打成一片。当大家都以为师之只是个简单的狂热粉丝时，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询问美月家庭的情况。美月最讨厌别人探听她的私事，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师之的提问。阿格急忙把师之带回家，告诉他美月是自己多年暗恋的对象。阿格请求师之重新调查他父亲的死因，他怎么也不相信记忆中温柔亲切的小葵会是凶手。话还没说完，师之猛地给了阿格一巴掌，愤怒地责骂他：“你知道你的犹豫不决可能害死多少人吗？你想让你父亲白白牺牲吗？”师之离开后，阿格独自一人在父亲的密室深思，最终他决定相信自己的初恋，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美月。与此同时，美月在医院回忆和阿格小时候的时光。阿格刚失去了双亲，每天都躲在公园里泪流满面。比他大1岁的美月经常陪他一起玩，他们约定要永远互相支持。回忆完毕后，美月笑着对病床上的母亲说，她重新遇到了小时候喜欢的男孩，那个人至今仍在保护她。尽管如此，但此时的美月心里在想，可惜我已经不配喜欢别人了。转眼到了漫画改编真人电影的开机仪式，阿东把美月单独带到一边，请你告诉我真相好吗？你其实就是小葵，对吧？如果你遇到了什么危险，告诉我，我一定会保护你。此刻，美月脸上露出了犹豫，但她还是没有回头的离开了阿格。这一幕被躲在墙角的水树清楚的听到了。拍摄期间，美月拿出高级巧克力分享给大家。幼稚的阿格为了不让刘星占便宜，竟将盒子里的所有巧克力吃光。美月无奈，只好把自己的巧克力分给了刘星。这一刻，作为顶级杀手的刘星心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他的眼睛，他的心都被眼前的女人完全占据。即使这样，他还是决定按计划行事，在这座摄影别墅中完成他的刺杀任务。计划开始了，刘星故意放走了拍摄用的刺猬，请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寻找刺猬。紧接着，他用玩具刺猬把美月和阿格引到了地下室。密室门一关，无数暗器从昏暗的房间各个角落射来。阿格赶紧把美月护在怀里，躲避那些可能有剧毒的暗器。刘星通过监控看到阿格躲过了所有设下的机关，只好亲自操作密室里的铠甲怪人向阿格攻击。阿格因体力不支开始败退，美月挺身而出，用椅子砸坏了怪人，结果被怪人的毒暗器射中手臂。中毒的美月很快全身冒冷汗，昏倒了过去。这时，老丈教授的知识闪现在阿格的脑海中，他迅速判断出美月可能中了名为乌头的毒素。为了救自己心爱的人，阿格身体内的潜能爆发了，他利用暗器打开了锁着的大门，背起美月向山下的医院疾跑。跑到半路时，发现美月极度虚弱，几乎撑不下去了。阿格没办法，只能自己一个人跑到医院取解毒药。他亲自为美月服下药物，幸运的是，药物发挥了效果，美月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阿格激动地抱着美月痛哭，他说再也不想失去重要的人了，求美月告诉他到底是谁。虚弱的美月终于透露了真相，她其实就是小葵，她只是作为漫画家美月的替身，实际上美月的真实身份就是阿格的青梅竹马小葵。作为一名新人漫画家，他无力承担母亲昂贵的手术费，只好担任著名漫画家美月的替身来赚钱。但他从未见过真正的美月，他们一直是通过经纪人水濑联系的。阿格和美月找到水濑当面对质，在阿格的逼迫下，水濑试图联系真正的美月，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水濑表示，他只是一个中间人，他也从未见过真正的美月。阿格无奈，只好请水濑转告真正的美月，
他不允许小葵再当替身。水濑对此显得很平静，似乎早已预料到这种情况。第二天早上，美月在工作室留下请假条后，来到了阿格家。尽管他不顾一切跟阿格私奔了，但他内心深处仍然非常担心遭到真正的美月报复。阿格那傻乎乎的笑容让他感到安心。安顿好美月之后，阿格立刻找到师之，解释了当前的状况。原来师之也曾经去医院调查过月妈，他相信替身美月就是小葵，但他依然怀疑替身美月是杀害老丈的真凶，因为监控视频是不会撒谎的。阿格只得向师之保证，他会找出真正杀害老丈的凶手，请师之暂时不要对替身美月采取行动，同时安排人手保护月妈。与此同时，刘星像个怀春的少女那样拔着花瓣。当他拔掉代表喜欢美月的最后一片花瓣时，他的委托人突然打来电话。刘星听着电话中的留言，脸上马上露出震惊的表情。第二天一早，阿格带着忧心忡忡的美月去了水族馆。在自由游动的海洋生物中，美月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阿格对美月说，每次感到失落时，老丈都会带她来水族馆散心，因为看到永远游动的鱼，他会不由自主地振作起来。听阿格提起老丈，美月不由得回想起老丈逝世的那个雨夜。这时阿格突然抱住了美月，含泪说，我不想再失去重要的人了，我会保护你的。美月不想破坏这一刻的美好，把本来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两人逛完水族馆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敏感的阿格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们，立即巧妙地制服了对方。没想到跟踪他们的是编辑阿黑。阿黑因为担心美月停止连载影响自己的前途，特意来恳求美月回去继续工作。看到阿黑跪地磕头的样子，美月只得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仅如此，美月还计划参加第二天的真人电影新闻发布会。原来美月不想一直逃避现实，决定主动出击挑衅，在发布会上公开自己是替身，以此逼迫真正的美月现身。阿格和美月回到工作室后，找到水濑，请他把美月的决心告诉真正的美月。在所有员工离开后，阿格送给美月一个小护身符，他温柔地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会一直保护你。美月被深深感动，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护身符。夜晚，因为即将与真正的美月面对面，美月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忍不住出来与守在门外的阿格聊天。美月向阿格坦白，她当时并非故意不辞而别，只是害怕告别时会哭泣，留给阿格不好的记忆，因此她选择留下一封信，并许愿未来一定能与阿格重逢。美月还告诉阿格，她的哥哥3年前去世，所以她非常理解阿格与挚爱老丈分别的痛苦。听到这些，门外的阿格不禁红了眼眶，他再次确信，这个温柔且善解人意的美月，绝不是杀害老丈的凶手。第二天早上，美月亲手为阿格准备了爱心早餐，两人一起享用早餐，同时享受着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时刻。美月等人到了新闻发布会现场才知道，担任男主角的刘星突然罢演并失踪，没有任何工作人员能找到他。阿格听到刘星失踪的消息后心里一紧，直觉告诉他刘星肯定有什么计划。果不其然，一辆神秘的小车突然出现在会场，但他没有像阿格想的那样爆炸，而是升起了一面写着再见的小旗。紧接着，阿格在大楼的另一个房间找到了刘星，愤怒地质问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刘星遗憾地说，他的目标已经不是美月，而是别人，他今天特意来向心爱的美月告别。说完，刘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留阿格一个人愣在原地。阿格原以为少了刘星的干扰，他和美月会更安全，没想到就在他离开的几分钟里，美月已经被神秘人绑架了。幸好阿格早在护身符中安装了 GPS 定位，在美月差点被杀害的那一刻，阿格及时出现制服了神秘人。当阿格逼问出神秘人的身份后，他非常震惊，这个人并不是真正的美月派来的，而是由师之派来的。阿格急忙去找师之，向他追问为何违背承诺伤害美月。师之严肃地告诉阿格，他已经详细调查了当晚的监控录像，录像证实没有被篡改，录像中的美月正是杀害老丈的凶手。阿格无法接受这一现实，转身向美月的家赶去，他要亲自从心爱的人那里得知真相。同时，已经回到家中的美月突然接到了真正的美月的变声电话，电话中真正的美月冷笑着说，你的保镖阿格其实是想要你命的杀手。当阿格见到美月时，美月已恢复了最初的高傲冷淡姿态，他拒绝与阿格交流，不容分说的把他赶出了门。此刻的阿格心乱如麻，只能暂时回到自己家，却在家门口遇到一个四处张望的可疑女人。这名女子递给阿格一张合影和一张盖章的订婚纸条，女子脸红害羞地说，我是丽奈，你弟未婚妻。这时阿格才想起，除了小葵，他还有另一个玩伴，曾被喝醉的老丈开玩笑定下娃娃亲。丽奈原是大财团的千金小姐，她的父亲主动放弃了公司权利，一贫如洗，并在1年前病逝。无依无靠的丽奈难以维持生活，只好来找未婚夫阿格求助。心系美月的阿格不想与思想古怪未脱线的丽奈扯上关系。早已在家中等候的师之了解了这一切后，对丽奈的境遇表示同情，
强迫阿格收留他。第二天早晨，阿格去到工作室，却被水濑告知他被解雇了，告诉他今后不准再接近美月。紧接着，阿格被师之叫到总部，他把组织调查的结果交给了阿格。事实上，美月与真正的美月达成了一个交易，为了筹措给月妈做手术的费用，用了老丈的命作为交换。虽然美月这么做全是为了月妈，但她确实犯了罪。知道这一切后，阿格彻底崩溃了。他没想到回到家，还得和突如其来的丽奈扮演新婚夫妇。就在此时，阿黑气势汹汹地来找阿格，指责阿格对美月始乱终弃，导致他不得不中断漫画连载。丽奈这时插话，声称她才是阿格的未婚妻，气得阿黑当场决定和阿格绝交。阿格不想再有这种误会，立刻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了丽奈，请求她搬出去生活。丽奈没有纠缠阿格，非常理解阿格，安慰他说：“丈叔在我们家工作时曾经告诉我，你给他的生命带来了光彩，请振作起来。丈叔肯定不希望看到你这么难过。”听丽奈这么说，阿格感觉好多了。另一边，美月处理完手头的工作，搬到了酒店里居住。水濑告诉美月，现在各方势力都想结束她的生命，她不能见任何人。那天下午，美月接到阿黑的求救电话，原来阿格特意请阿黑帮忙，想见美月一面。尽管阿黑早已决心和阿格绝交，但阿格那种视死如归的真诚打动了他。阿黑告诉美月，这几天阿格一直在寻找他，饥渴交迫，请求美月留下来见阿格一面。但阿黑没能说服美月留下，只能无奈地看着他离开。与此同时，阿格在去见美月的路上，意外遇到了坐在路边的丽奈。丽奈一见阿格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扑过来抱住了他，向阿格哭诉刚离家不久就被人偷了钱，恳求阿格再次收留他。不巧的是，阿格和丽奈纠缠的场景恰好被路过的美月看到。阿格急忙追上美月，向她喊道：“我一直想问你，杀害丈叔的人是不是真的是你？”美月不愿回答阿格的问题，趁着混乱逃跑了。美月逃脱后准备联系真正的美月，结果被一个穿黑衣的人绑架到废弃大楼。当他醒来时，看到师之换上了警察装备，师之拿出武器对准美月，迫使他在自己面前联系真正的美月。水濑联系不上美月，急忙把美月失踪的消息告诉阿格。阿格震惊之余还未来得及思考，接到了师之发来的视频。视频中的美月对着镜头一字一句地说：“对不起，阿格。”这一刻，阿格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撕裂成两半，一半想为丈叔报仇，一半想保护美月。内心斗争后，阿格带上了老丈留下的武器，赶到师之指定的地点。他红着眼睛跪在美月前痛哭：“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美月似乎看不见他的痛苦，闭嘴不说话。阿格在痛苦中缓缓扣动扳机。就在紧要关头，流星及时赶到救了美月。此时的阿格精疲力竭，不是流星的对手，很快被流星击倒。流星带着美月满脸幸福的逃离废弃大楼。脱险后，美月带流星去见水濑，水濑讲述了一切。一场筹划多年的复仇计划展开在流星面前。原来水濑就是真正的美月，她一直隐瞒这件事是为了帮她男友复仇，那就是美月的哥哥阿武。3年前，水濑和阿武正在交往。阿武是记者，调查揭露了 SOS 组织的残暴真相后，被师之杀害灭口。师之杀了阿武后，一直找不到他收集的证据，所以一直没放弃追查阿武的家人。水濑请擅长武术的流星保护美月和月妈，确保月妈能安全做完胃癌手术。流星一口答应了，因为他喜欢美月，他心甘情愿成为她的护花使者。与此同时，师之向阿东讲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说法。阿武因为被标记为恐怖分子而进入了 SOS 组织的黑名单，负责惩治阿武的老丈被美月和水濑所怨恨，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杀害。阿对师之的话深信不疑，颓废地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那天晚上，阿东整夜难以入睡，美月的面孔不停地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他内心实际上还是不愿意相信美月是凶手。偏偏在这种时候，丽奈因为私下摆摊卖木偶而被警察逮捕，这事给已经精疲力尽的阿增加了精神折磨。第二天，流星突然出现在阿格的家里，他这次来并不是想与阿东较量，而是来询问阿格对美月的真实感受。流星问阿格，即使美月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杀害老丈，你还是一定要报复吗？明知道死去的人无法复活，你还想让美月偿命吗？流星一出现，阿格就失去了理智，他愤怒地回答：“我一定要为丈叔报仇。”阿格不知道，流星偷偷把他们的对话直播给了美月，他故意来挑衅阿格，目的是让美月彻底放弃阿格而选择自己。流星回到家后却被美月责备，他不喜欢流星故意撕扯阿格的内心伤痕。美月比任何人都清楚阿格的痛苦，所以他能理解阿格对自己的仇恨，但无论如何理解，他的心仍像被刀割一样疼。看到心爱的人流下悲伤的泪水，以往冷酷的杀手突然手足无措，把他紧紧拥入怀中。而另一边，阿格正抱头痛哭，美月的爱与恨在他心中交织，几乎让阿格崩溃。丽奈忍不住看阿格这么痛苦，苦口婆心地劝他，
如果丈叔在天有灵，肯定也不忍心看你这样痛苦。听从你内心的选择吧，我会一直支持你。听了丽奈的话后，阿格陷入了沉思。或许他最憎恨的并不是美月，而是自己在老丈和美月之间摇摆不定的心。水濑利用阿武的情报来威胁师之，他单独找到师之进行对峙，这让师之的真面目逐渐暴露。师之一直坚持自己的正义，误杀了许多无辜者。为了隐瞒这个秘密，他的手早已沾满了鲜血。老丈曾是师之最得力的工具，但当发现老丈逐渐难以控制时，师之无情地杀害了他。他利用月妈的安全来威胁，将所有罪责推给了美月。水濑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师之的所有罪行。尽管如此，师之还是表现得非常淡定。他相信水濑和美月无法揭穿自己，但他不能让水濑把阿武收集的情报公开，只好先让水濑离开。师之不知道的是，水濑其实还没有找到阿武的情报，他面前的从容和镇定全都是装出来的。与此同时，月妈的手术成功结束。刘星对松了一口气的美月真诚地说：“月妈的安全就交给我来保护，你去找阿那个笨蛋，告诉他真相吧。我相信他也不愿意被蒙在鼓里，变成一个只能被女人保护的笨蛋。”美月非常感谢刘星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他立即跑向阿家。此时阿东已被师之用谎言引到废弃大楼，师之害怕阿会查出老丈真正的死因，他雇佣了狙击手在大楼里埋伏阿格。师之没有预料到，美月从丽奈那里得知了阿的行踪，也赶了过来。正当美月想告诉阿真相时，他敏锐地发现了狙击手的红点，毫不犹豫地扑上去保护了阿格。等到阿反应过来时，美月已经虚弱地倒下了。这一刻，阿放下了所有仇恨，慌乱中把美月送到医院急救。美月的取蛋手术很成功，但她一直未能苏醒。得知此事的刘星对颓废的阿东吼道：“你没有资格留在他身边，滚出去！”与此同时，自认为计划非常成功的师之，在组织附近遇到了一个意外的人。本该死去的老丈居然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他严肃地要求师之坦白一切错误并去自首。师之被老丈的死而复生震惊到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阿格疲惫地回到了家里，水濑正一脸严肃地等着阿格。紧接着，老丈若无其事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阿格被吓得整个人瘫倒在地。阿东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冷静了下来。水濑和老丈一起向他揭示了事情的真相。阿武去世后，水濑一直在秘密调查师之和 SOS 组织的真相。半年前，水濑趁师之不注意接触了老丈，并向他透露了真相。老丈本不愿意怀疑师之，但水濑那绝望而坚定的眼神深深触动了他，使他不得不开始怀疑师之。在水濑和老丈的共同策划下，美月以人气漫画家的身份出道。果然，师之很快就注意到了美月，并以美月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为由，要求老丈解决掉他。老丈非常清楚，美月的身份完全是他和水濑捏造的，他不可能与任何恐怖组织有联系。这次经历让老丈彻底清楚了，师之确实在利用 SOS 组织推行错误的正义。在老丈假死的那一天，他告诉师之自己已经知道了全部真相，随后故意暴露了自己的弱点给师之，来试探他是否会对他下手。让老丈失望的是，师之虽然表面上说会自首，但实际上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老丈被击中后假装坠海，躲到了水濑准备的安全地点。现在老丈和水濑要做的是从阿武的遗物中找到藏有调查结果的重要证据。水濑怀疑证据就藏在阿武生前送给美月的钢笔里。知道了真相的阿格感到非常崩溃，他被最信任的师之欺骗，甚至多次对默默保护他的美月举起了武器。这时，师之利用自己在警局的权限，搜查了美月的办公室，并将包括钢笔在内的所有物品带回了警局。老丈和水濑从阿黑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个环节泄露了消息。原来师之早就在他们身边安排了卧底丽奈，他们之前的对话都被丽奈通过监听器传给了师之。师之很快就找到了保存证据的数据卡，并将其销毁，同时给了丽奈一个新任务，要他用毒针暗杀美月。丽奈拒绝接受这个任务，师之以丽奈父亲的名誉为要挟，迫使他执行任务。丽奈非常尊重他已故的父亲，只好痛苦地同意了师之的要求。此时，阿东正守在美月身边默默流泪，他不知道怎么缓解自己内心的痛苦，只能不停地向美月说着对不起。躲在门外的刘星看着他痛哭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晚上，老丈忍不住回想起这些年与师之相处的点点滴滴，他内心深处仍然不愿意相信，那个像妈妈一样关心着阿格长大的师之竟然想要阿格的命。第二天一大早，昏迷了许久的美月终于醒来。她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询问阿格的安危，这让一直守在他床边的刘星感到非常失落。刘星告诉美月，阿东已经了解了真相，不会再追杀他了。这时正好来探望美月的阿黑，得知阿格和刘星都是杀手，吓得立刻逃跑。另一边，老丈和阿格决定在师之动手之前把美月从医院救出来。他们知道师之肯定已经在医院布下了陷阱，但还是决定去救人。老丈和阿格进入医院后，很快感觉到周围气氛的紧张，几个混在病人中的黑衣人迅速跟了上来。
两人镇定自如地把这些黑衣人引到了医院的锅炉房，迅速将他们制服。同时，待命在医院的刘星利用自己的特长，使用催眠瓦斯让保安室里的人员昏迷，成功关闭了医院的监控系统。阿格装扮成医生，躲过了其他黑衣人的视线，顺利接近了美月的病房。就在成功近在咫尺时，躲在医院角落里的阿黑突然发现了阿格，立即像章鱼一样缠住了他。就在阿格和阿黑纠缠之际，丽奈带着毒针来到了美月的病房。他正准备下手时，突然想起了阿格痛苦的表情，最终决定放弃刺杀。当阿格摆脱阿黑赶到病房时，丽奈已经不见了。这对多年未见的青梅竹马终于有机会放下所有误会和仇恨，坐下来谈心。虚弱的美月告诉阿格，其实他3年前就在街上认出了他，那时他刚失去了哥哥阿武，他的母亲也重病在身，他的梦想成为漫画家也无法实现。在绝望的时刻，他看到了阿格在帮助小朋友，想到了之前与阿格的再见约定，他决定重新振作。回忆完后，美月笑着对阿格说，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已经不在了。阿格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心中的强烈情感，只能紧紧拥抱美月。这时，一个坏消息传来，警方将阿格列为绑架美月的嫌疑人，对他发起了全国通缉。为了解决当前的困境，水濑决定求助于阿黑。他们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阿黑，请他作为编辑召开美月的退隐记者会，创造一个公开失之罪行的机会。阿黑曾是阿武的同事，他一直为阿武的去世感到惋惜。了解真相后，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水濑的队伍，决心为推翻失之出一份力。他们的计划正好被丽奈偷听到了。丽奈正打算向失之报告时，刘星突然出现阻止了他。奇怪的是，刘星并没有揭发他，而是选择与丽奈合作。原来刘星在看到阿格和美月的相处后，彻底明白美月永远不会选择他。因爱生恨，他决定报复美月和阿格。另一边，阿正和美月讨论失之的问题。对阿正来说，失之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亲切，他和老丈都无法从心底恨失之。他们希望失之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投案。但美月无法原谅失之的所作所为，他的家庭因失之而四分五裂，他心爱的阿格也因为失之多次陷入危险。美月红着眼睛对阿格吼道，你不是不能原谅杀害丈叔的人吗？你以前不是还想杀了我吗？为什么对失之你却有不同的态度呢？笨拙的阿东不知道如何向美月解释自己的心情，只能不断地向他道歉。最终两人不欢而散。就在这时，丽奈来到了阿格的家里。老丈对丽奈完全放心，把所有经过都告诉了他。他注意到阿对丽奈有所警惕，于是开始讲述他和丽爸的往事。丽奈的家族曾是顶尖的大财团，但丽爸暗中资助了黑帮，因此被 SOS 组织标记为暗杀目标。那时老丈刚收养了阿格，深知孩子失去父母的痛苦，老丈不忍心让年幼的丽奈经历与阿格相同的痛苦，便与失之商量，秘密释放了丽爸。此后丽爸放弃了巨额家产，主动断绝了与黑帮的关系，带着家人隐姓埋名，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与此同时，刘星主动联系了失之，希望能再次与他合作。为了让失之信任他，刘星拿出平板电脑给失之看，原来丽奈身上带着监控设备，他与老丈和阿格的对话被失之看到了。刘星进一步告诉失之，丽奈会借给丽爸上香的机会，邀请老丈和自己一起外出，这是为了将最强的老丈从美月他们身边引开。看到刘星的诚意后，失之欣然接受了他的帮助。丽奈离开后，阿格急忙追了上去。细心的阿格察觉到丽奈的异常，以为她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温柔地对丽奈说，你在我难过时安慰了我，如果你有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丽奈因背叛老丈而感到内疚，阿格的关心让她良心更加不安。她忍不住讽刺阿格，你现在还有心情关心我吗？你应该多考虑如何修复和美月的关系，毕竟你曾想亲手结束她的生命。丽奈的话触动了阿格的痛点，他无言以对，只能无奈地看着他离去。第二天早上，阿黑和水树准备了退隐会的发表，美月也想参加退隐会，但阿不同意。美月本来就和阿格不和，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不再搭理阿格。这时丽奈来找阿格，为之前的过激言论向他道歉。阿东苦笑着对丽奈说，也许你说的对，我本想成为美月的救星，结果却变成了想要他命的人。从此美月一看到我，就会想起那种被杀的恐惧，我已经失去了爱美月的资格。这时水濑找到了美月，美月伤心地说，从此以后阿格看我就会想起他曾几乎杀了我，我的存在对阿格是一种折磨，或许我们真的不能再在一起了。这对一直深爱对方的青梅竹马来说，关心却让他们的距离越拉越远。场景一转，老丈跟着丽奈来到丽爸的坟前祭拜。老丈看到丽奈供奉丽爸喜欢的玩具木偶，忍不住开始和丽奈聊起往事。老丈笑着对丽奈说，其实我还是很希望你能和阿格在一起，因为受父母宠爱的孩子不会变坏。老丈的话触动了丽奈的心，她眼含泪水说，我不是好人，我不配站在像阿格这样善良的人旁边。老丈没有注意到丽奈的异常，
请他帮忙将老家的仓库提供给阿格和美月藏身。这时，刘星已经悄悄潜入退隐会的现场，并安放了炸弹。下午，老丈和水濑前往退隐会现场，阿格和美月在丽奈的引领下前往他老家的仓库。阿东一进仓库就被神秘人袭击昏倒。原来师之察觉到丽奈可能会背叛，亲自在这里埋伏阿格和美月。紧接着 ，SOS 组织的成员闯入了阿格家的密室，把所有设备和武器洗劫一空。退隐会刚开始，老丈接到师之的威胁电话，要他立刻停止会议，否则会议室的炸弹将会爆炸，阿格和美月的性命也会受到威胁。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安全，老丈只好要求立即停止会议。这次对决，他们完全失败了。这是阿东知道真相后第一次正面对话师之，他忍不住问了一直压在心底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知道你不会无缘无故杀人。在阿格痛苦的注视下，师之慢慢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曾有个可爱的儿子，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某天悲剧突然发生，儿子被一名小混混残忍杀害，仅仅因为对方想尝试杀人的感觉。因为那个混混未成年，他受到的惩罚非常轻微，很快就被释放。这件事之后，领导让师之加入了 SOS 组织。失去亲人的他比任何人都恨犯罪者。几年后的一天，师之在街上偶遇那个小混混，他不仅没有悔改，还嘲笑法律的漏洞。师之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以 SOS 的名义暗杀了那个小混混。经过这件事后，师之意识到 SOS 的存在对社会非常必要。如果没有 SOS， 会有更多人像他一样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因此，为了保护 SOS， 他不得不杀掉想揭露秘密的阿武，也不得不除掉像家人一样的阿格和老丈。师之的回忆讲述完后，老丈及时赶到现场，他笑着说：谢谢你的坦白，你的行为已在全国媒体直播中曝光。师之这才意识到，他以为自己控制了老丈和丽奈，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落入了老丈的圈套。刘星其实没有背叛美月，他的行为只是为了迷惑师之的假象。丽奈早已被老丈说服，在仓库里提前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在一切尘埃落定时，一直沉默的阿东突然对他喊道：复仇只是逃避内心懦弱的借口，你亲手杀死那个小混混后，内心的愤怒可能得到了释放，但你的痛苦减轻了吗？你真的从悲伤中走出来了吗？你还有我和丈叔陪着你，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承受这一切呢？阿紧紧抱住了师之，抱住了那颗孤独撑了10几年的破碎心。这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感动了。这场闹剧终于牵扯了太多人，现在可以终于结束了。师之选择了自首，阿格单独找到了美月，他们同时开口说出了那句话：对不起，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吧。两人都没说出原因，但彼此都明白。最终，阿格和美月选择了笑着告别。半年后，阿格和老丈的清洁公司重新开业，美月作为助手，重新回到了水树的漫画工作室。在这半年里，阿格和美月果然没有任何联系，但周围的人都希望他们能够走到一起。那天下午，刘星告诉阿格，美月明天将会离开东京。阿东虽然很想念美月，但嘴上却装作不在乎。第二天早上，老丈找到了失落的阿格，鼓励他勇敢地打破不再见面的约定，向美月表白。听了老丈的话，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对美月的思念，他拼命跑到水树的工作室，在美月离开前拦住了他。阿格对震惊的美月说：虽然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但我还是很喜欢你，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听到这些话，美月忍不住笑了，她高兴地对阿格说：虽然我们约定不再见面，但我一直在等你来找我。得到美月回应后，阿格立刻激动地抱住了她。就在阿东准备亲吻美月的时候，刘星和丽奈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一边跳着热舞，一边倒计时，让美月和阿格感到困惑。倒计时结束后，天花板上出现了庆祝阿格和美月相爱的标语。接着，水濑老丈和助手们从角落跳了出来。原来这次离别是老丈安排的，他故意让阿格认为自己再也见不到美月，这样阿格就会在冲动中打破约定去见美月。为了庆祝阿东和美月终于克服内心的障碍走到了一起，大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派对。刘星和丽奈在派对上宣布，他们已经正式成为了恋人。阿格没想到自己会输给刘星，急忙带着美月到角落继续未完成的告白。没想到美月不在乎那些口头表白，她笑着在阿格的嘴唇上留下了一个吻。作为新手杀手的阿格，直到最后也没能完成自己的目标，反而被爱情击败。在故事的大结局里，阿格对即将绝望的师之说：复仇可能暂时减轻你的愤怒，但它解决不了你的悲伤。你不应该一个人承担所有痛苦，应该更多的依赖他人。如果当初有个人能对师之说这样的话，或许他就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